在传统的二级市场定价逻辑中，当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打出单季营收年增 79% 的成绩单，或者一家新上市保险科技平台展现出高达 98% 的毛利率与2位数的 GAAP 纯利率时，资本市场通常会给予强烈的估值溢价。然而近期 FinTech 与 InsurTech 板块的定价机制出现了与传统习惯的背离。2026年 Q2 财报季以来，三大新兴金融科技龙头 SoFi Technologies、Sophie Lemonade Inc. LMND 于2026年初刚完成 IPO 的 Ethos Technologies Life 呈现出有些戏剧性的业绩与股价走势。SoFi Technologies 实现了连续第11个季度的 GAAP 盈利，单季营收高达 12.19 亿美元，年增 43%， 零售存款突破455亿美元。然而其股价却经历了长时间的压力。Lemonade Inc. 理赔调整，费用率压低至 5% 的行业极致水准，保费 14.34 亿美元。重申2026年第4季度将迎来首次单季 Adjusted EBITDA 盈利的转折点，但财报发布后股价出现高达 20% 的跳空下挫。Ethos Technologies 以资产轻量化三方平台模式横空出世， LTM 营收达 3.20 亿美元，毛利率高达 98%， 且净利润达6100万美元。在2026年5月面临早期解禁的机构筹码消化考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，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今天我们一起拆解这3家公司在业务发展、生成式 AI 落地、财务结构演变方面的变化，并分享我们使用2种估值方法做出的分析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商业模式对比框架与核心护城河。 Sophie Lemonade 与 Ethos 分别代表了数字银行生态圈、全堆栈 AI 保险承保商以及资产轻量化保险交易平台的典型。 SoFi 的竞争护城河建立在其全功能联邦银行牌照与 Galileo Technisys B2B 底层技术平台的双重架构上，高粘性的455亿美元零售存款，年化为其节省约 7.126 亿美元的利息支出，使其在面对传统区域性银行与非银行借贷平台时，具备无法比拟的资金成本优势。此外， Galileo API 对于 B 端金融机构的底层锁定效应，极大地降低了其客户被替代的风险。Lemonade 的护城河体现在 AI 模型对微观风险的定价能力与极致的营运效率，其 AI 机器人 AI Maya 与 AI Jim 实现了前端销售与后端理赔的全自动化。在2026年第2季度，理赔调整费用率 LAE 压低至 5%， 传统 PNC 保险业平均约为 9%， 展现出显著的边际成本优势。此外， Lemonade 运用合成代理人融资设施 Synthetic Agents Facility， 规模 2.50 亿美元，资金成本约 9.8%， 由第三方资金预付前端获客成本，并以未来保费现金流偿还，完美解决了传统保险公司规模化扩展时对股本稀释的依赖。 Ethos 的护城河源于极致简化的无体检演算法核保网络。 Ethos 将传统寿险长达数周的体检与审核流程压缩至几分钟，连接消费者保险代理人与承保巨头如 North American Company for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。 由于 Ethos 纯粹作为科技平台运作，不承担长期的寿险精算与承保风险，其毛利率高达 98%， 在同类 InsurTech 公司中展现出极高的营运杠杆。近3个月核心营运与最新财报数据。在2026年第2季度的财务表现中，3家公司均展现出显著的业务规模扩张，但在盈利质量与风险指标上呈现差异化特征。
SoFi 于2026年第二季度完成了148亿美元的贷款发放总额，个人贷款107亿美元，学生贷款27亿美元，房屋贷款14亿美元。其创纪录的业绩增长主要由交叉销售飞轮驱动，新开立产品中高达 51% 来自于现有会员，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 35%。 新推出的 SoFi Plus 订阅至尊荣会原在短期内突破20万付费用户，其中 25% 的签约会员在随后办理了额外的金融产品。科技平台与金融服务产生的非利息手续费收入达 4.723 亿美元，季增 22%， 占总营收比例上升至 39%， 表明 SoFi 朝轻资产、高资本回报率模式转型的策略已初见成效。然而，未年化净冲销金额上升至 2.045 亿美元，表明在当前高利率尾部环境下，消费信贷资产质量仍需持续监控。Lemonade 在2026年第二季度实现了连续11个季度 IFP 的加速增长，在保费 14.34 亿美元加 32.4% VOY， 营收暴增 79% 至 2.944 亿美元。其核心驱动因素为公司主动调，降了配额分享在保险的比例，由原先的 20% 降至 18%，将更多优质保费留存于自有的资产负债表上。在费用端，除了 LAE 控制在 5% 的低位外， Lemonade Card LAE 也进一步优化至 7%。 第二季度调整后自由现金流1880万美元。管理层明确重申，公司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实现首次单季 Adjusted EBITDA 盈利，预计盈利约800万美元，并规划于2027年达成全年 Adjusted EBITDA 盈利，2028年达成 GAAP 净利润盈亏平衡。作为2026年初刚上市的保险科技新星， Ethos 展示了其三方平台模式强劲的财务弹性。 Q2 26营收约 1.90 亿美元，年增 113%， 毛利率 98%。 TTM 营收已显著超过 IPO 前水平，受 IPO 相关费用影响，近期 GAAP 净利出现波动，但 Adjusted EBITDA 保持正数且利润率健康。由于 Ethos 将产品精算与最终承保风险完全转移给第三方大型保险公司，如 North American Company， 其营运成本主要为平台研发与市场拓展，促成了高达 98% 的毛利率，累计启动保单已超过70万份，平台网络效应持续扩大，展现出高壁垒平台网络的营运杠杆，高管履约禁止性治理变动与核心风险解构。 SoFi 首席执行官 Anthony Noodle 展现了强烈的履约禁止度，带领公司连续11个季度实现 GAAP 盈利，并连续19个季度超过 SASE 呢。高成长企业的40法则， Noodle 个人在公开市场上多次增持公司股票，显著增强了资本市场的信任度。在近3个月中， SoFi 推出了金融机构自研的生成式 AI 财务指南 SoFi Coach， 累计对话突破50万次，满意度超 90%， 并与圣母大学体育部达成多年重大品牌合作。 Lemonade 则在近3个月内宣布了重要的高管过渡安排，现任 CFO Tim Bixby 将于2027年1月1日卸任，并转任董事会成员，由 Nick Stite 接任 CFO。 虽然过渡期长达数月且安排平稳，但高管变动仍在短期内引发了市场对财务政策连续性的关注。此外， Lemonade 宣布将于2026年11月17日在纽约举行第3届投资人日，届时将公布迈向100亿美元 IFP 的长期路径。 Ethos 创始人兼 CEO Peter Collis 与联合创始人 Lin期望成功引导公司从2021年的私募独角兽转变为2026年成功上市的盈利平台，当时估值27亿美元。2026年5月 Ethos 执行了早期解禁协议，
允许部分早期员工与早期 VC 提早释放部分流动性，并与合作伙伴升级推出了针对儿童的指数型万能寿险。在风险层面，3家公司各自面临不同的考验。SoFi Technologies 的核心风显体现在信贷资产质量恶化。Q2 为年化净冲销金额上升至 2.045 亿美元。若总体经济放缓导致 Harris 客群失业率上升，贷款坏账率可能侵蚀银行资本金。管理层上调全年营收指引至 47.5 亿到 48.5 亿美元，但未同步上调 EBITDA 指引维持约16亿美元。原因在于将超额利润重投于 SoFi Plus 与 SoFi Coach。 部分二级市场投资者对此表达了对短期费用控制的疑虑。 Lemonade Inc. 面临气候巨灾风险对损益表的冲击。作为 PNC 承保商，极端气候事件可能导致单季总损失率剧烈波动。对此， Lemonade 建立了全新的再保险架构，包含高达4000万美元的单次巨灾保障，以隔离极端风险。同时 Lemonade 市账率高达 7.87 倍，显著高于传统保险业。任何关乎盈利时间点延后的信号均可能引发股价剧烈修正。 Ethos Technologies 则主要承受 VC 筹码抛售压力。 IPO 解禁期到期及早期解禁协议可能导致 Sequoia、Exil 等早期机构进行大宗交易套现。此外， Ethos 的产品设计与核保额度高度依赖承保合作伙伴，若合作条款变更，可能对其高佣金分润产生不利影响。资本运作机构持股动向与多空博弈。SoFi 的多头认为其460亿美元存款护城河大幅降低了资金成本，且 51% 的高交叉购买率证明了数字银行超级应用的商业闭环。空头则主张应按传统区域性银行而非高估值科技公司给予估值，并强调 2.045 亿美元的净冲销险使其信贷资产质量承受压力。 Lemonade 的多头指出 5% 的 LAE 费用率和正向的自由现金流1880万，证明了 AI 理赔演算法的商业可行性，且 Q4 EBITDA 转正将是股价催化剂。空头则认为全年在保费，指引未达部分激进机构的预期，且 7.87 倍的 PB 估值留给公司的容错空间极小。市场中偶尔有传统保险巨头意图收购 Lemonade 以获取其 AI 系统的传闻。Ethos 的多头看好其 98% 的超高毛利率与已实现 GAAP 盈利的稀缺性。空头则警惕5月早期解禁后早期 VC 在大宗交易市场上的减持卖压。技术面关键指标分析师预期与公司估值模型。以下估值分析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 SoFi Technologies 信贷业务板块2026年 Q2 申报的95亿美元有形账面价值，考量其 Harris 客群高粘性与优质信用背景，平均非扣743，给予 1.6 倍 PTBV 倍数，得出信贷板块估值为152亿美元。金融服务与科技平台板块预计2026全年产生约22亿美元的高毛利、低资本消耗收入，给予 6.0 倍 PS 的科技 CS 溢价倍数。基于 Galileo 及交叉销售高成长，得出科技与金融服务板块估值为132亿美元。综合来看，我们认为企业价值为284亿美元，对应约 10.8 亿股稀释后总股本，计算出每股估值约为 26.30 美元。 Lemonade Inc. 考量 Lemonade 即将于2026年 Q4 迎来 EBITDA 盈利拐点，采用 DCF 与 PAFP 复合估值模型，假设预计2026全年 IFP 达 16.35 亿美元，未来5年 IFP 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25%， 于2028年达成 GAAP 净利润盈亏平衡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设为 10.5%， 长期永续成长率设为 3.0%。
参考高成长 Insurtech 在盈利转折点的估值特征，给予 4.0 倍2026 EPIFP 倍数，估值为 65.40 亿美元，对应当前稀释股本，计算出每股估值约为 68.50 美元。Ethos Technologies，Ethos 具备高达 98% 的毛利率与资产轻量化特质，估值体系应锚定高毛利 SaaS 平台，与资产轻型金融科技公司。最新 TTM 营收约 5.87 亿美元，单季营收 1.896 亿美元。GAAP 净利润单季达1950万美元。Adjusted EBITDA 单季3520万美元。公司已上调2026全年指引，预计全年营收 7.27 到 7.31 亿美元。Adjusted EBITDA 1.19 到 1.23 亿美元，考量其超高营收增速与持续的高毛利率正数 Adjusted EBITDA 以及平台模式的营运杠杆，给予30倍远期 PE 进行定价，按全年预期盈利能力估算，企业价值约为36到37亿美元，对应当前约6300万股稀释后股本，计算出每股合理估值约为57到59美元。我们的考虑与总结 SoFi Technologies 具备全功能数字、银行的资金成本优势与高粘性客户生态，非利息手续费收入比重上升至 39%， 验证了轻资产模式转型。近期因季度未年化，净冲销金额升至 2.045 亿美元，及管理层将利润重投于 SoFi Plus。Coach 引发的股价回调跌至15到18区间，为中长期资本提供了具备高度安全边际的建仓时机，可以考虑关注后续季度 Net Charge、OF 率是否突破 2.5% 警戒线。Lemonade 的理赔 LAE 费用率压低至 5%， 证明了其 AI 自动化定价与理赔模型的商业可行性。2026年第4季度实现单季 Adjusted EBITDA 盈利为明确的二级市场催化剂。Q2 财报公布后，因市场过度解读 CFO 里任预告与 IFP 增速而引发的 20% 跌幅，可以考虑后续关注 Gross Loss Ratio 及2026年11月17日投资人日最新资本规划。Ethos 作为2026年新上市的保险科技企业，兼具 Q2 高达 113% 的营收增长率， 98% 的超高毛利率与单季约 10% 的 GAAP 净利率。其资产轻量化三方平台模式具备极高的抗风险能力，可以考虑后续关注 SECEDGAR 关于大股东减持申报及保单启动退保率数据。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，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。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订阅频道。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